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低迷，通货紧缩的阴影笼罩中国，但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费却以飞快的速度持续上涨。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350元，到了2023年则进一步攀升至380元。回溯到2003年新农合建立之初，城乡居民医保费仅为10元的人均缴费标准，但在20年间却疯狂飙升了38倍，年均增长率高达惊人的 19.78%。按照这股狂飙的趋势发展，2024年城乡居民医保费恐怕将直接突破400元大关，成为民众新的一道重担。事实上，在一些地区，这一阶段性目标已经被抢先实现，比如浙江杭州的医保费在2024年就已经达到了700元的历史新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跟不上医保费的增长步伐。2023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691元，如果以每月380元的医保费计算，一年就要支付4560元，占据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惊人21%左右。对于许多仅仅维持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而言，如此沉重的医保负担无异于雪上加霜。面对如此高昂的医保费用，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掀起了医保退保潮。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13.46 亿人，比上一年减少了1705万人，其中职工医保增长812万人，而居民医保则大幅减少2517万人。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信号？意味着什么？有分析人士指出，城乡居民参保的下降趋势反映出中国民众对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普遍失去信心。他们认为，既然参保需要付出沉重的费用负担，但实际上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并未同步提高，积少成多的不堪重负感遂使他们选择放弃。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医保费会持续疯涨，但民众并未从中获益？国家医保局的一位官员做出了如下解释：医保缴费标准上涨背后是医保服务水平大幅提高。他举例说，2003年新农合建立初期，可报销药品仅300种，如今则扩增到3000多种。当年群众住院费用报销率仅 30%至40%，现已上升至 70%。然而，只要深究一番，这一解释就显得无疾而终，无从自圆其说了。首先，扩大医保药品目录并未直接惠及大多数民众。众所周知，中国近年来罕见病用药价格飙升，部分抗癌药物价格何止是天价，而是白菜价都难以承受。很多此类医保报销范围内的新药，实际上都被人为制造了报销门槛，令绝大多数民众无缘使用。其次，医保报销比例提高的确使群众减轻了部分费用负担，但真正获益的又是哪些人群？之前引述的数据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绝大部分医疗资源被中国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瓜分掉了。2006年，当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约7000亿元中，政府仅投入了 17% 的1190亿元，但其中高达 80% 的952亿元都用于了仅占中国人口不到 1% 的850万党政官员，剩下的 20% 区238亿元却需要被其他13亿人口瓜分。时隔15年，2021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已经飙升至 7.5 万亿元，其中政府投入占比提高至 27.4%， 达到20718.5亿元。如果依旧按 80% 的黑箱操作比例分配，那么就有高达 1.65 万亿元被拿去供养中国官员了，剩下的4143亿元则要被中国其他10亿多人口瓜分。这还只是中国官员们从普通医疗资源中独吞的部分。对于他们来说，享受全免费、超5星级的医疗待遇是常态。比如，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新落成的中央和省级官员特殊病房中，院长套房面积就高达200平米，配有客厅、主次卧室、厨房、餐厅等一应俱全。除了豪华病房之外，各种昂贵的检查和治疗项目更是对普通民众无情封锁。2013年，有报道披露，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院一次就高达300多万元的费用。而根据近期网传爆料，中央保健委员会仅为不超过1000名中央和省级高官提供保健服务，一年投入的中央财政资金就高达164.8亿元，这相当于湖北省6000万人一年的医保预算的3倍还多。换句话说，1000人的医疗保健费用就已经超过了6000万普通民众的总和。身在民间的普通百姓如何能不感到无比的冷落和匮乏？在中国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上，医疗资源遭到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扭曲，这可谓是一个不曾有过的人间悲剧。一方面，中国的官员和特权阶层沐浴在无边无际的财力和资源滥舔之中，形同君王将相；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即使参保交费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一旦罹患重病更是承受不起丝毫费用，只能听天由命。而悲哀的是，在那些官员和特权阶层的眼中，自己所享有的一切特权才是应该的，自己所浪费的医疗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贵族般的消费，不值得任何歉意和愧疚。反观那些医保费负担过重，不得不主动退保的百姓，那些连抗癌药费都难以承受的病人们，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人生自甘堕落、自绝于这个世界的贫苦之人。因此，即便是听到一些流浪人员因决医而死在大街上，他们也毫不在意，依旧在狂欢。中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20年暴涨38倍，背后正是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由于中国特权官僚体制的腐朽，导致国家医疗资源极度失衡，大量倾斜于少数特权群体，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不仅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更是在人间屈辱地遭受敌视和鄙视。如果这一切还继续下去，中国终将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内卷社会，少数人独占一切特权，而大多数人只能在贫穷和疾病的威胁下自生自灭，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社会毁灭性的大悲剧。在这个被金钱和特权操纵的世界里，人命关天的医疗资源竟也沦为了某些人任意挥霍和糜烂的玩物。他们对着钞票和权力激进癫狂，却对大多数生命视若无睹。在他们眼中，那些连基本医疗费用都难以承担的贫苦大众，不过是应当遭受如此命运的贱民、渣子、蝼蚁而已。他们理应被现实的病毒和疾苦无情吞噬，被这个世界主动拒之门外。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在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挣扎，却对此漠不关心，毫无怜悯之心。他们只是按部就班地制造更多门槛和枷锁，将普通民众远远拒之千里之外。在他们为数不多的同僚和亲朋好友中，倒是真有人活到了150岁，美其名曰首长健康工程。他们为此不惜暴饮暴食上好的补药，做着最先进最贵重的检查治疗，旨在延年益寿。与此同时，老百姓则在看病就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遭受的阻挠和痛苦也与日俱增。他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地糟蹋国家的财富和资源，在奢靡无度中遨游，将庞大数额的医疗保健费用视作理所当然的特权。有报道披露，仅为不足1000人的中国高官提供保健，一年的费用就高达164.8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湖北6000多万普通百姓一年的医保总费用的3倍还多。他们对此根本无所谓，稀松平常，就如同喝杯西北风一般。更可怕的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官员们从医疗资源中独吞的总量是这个天文数字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早在2006年，
中国当年7000亿元的医疗卫生总费用中，80%的952亿元就已被拿去供养仅850万党政官员了，剩下的20%区238亿元却要被当时13亿普通民众瓜分。15年后的2021年，尽管总量增长，但这一黑暗的比例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当年1.65万亿元的医疗资金仍被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占为己有，而剩下的4143亿元却要被10亿普通老百姓瓜分。在这样的财力悬殊下，身在民间怎能不感到无助和绝望？一个个如此惊人的数字，昭示着一个令人发指的事实：在这片土地上，普通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已经彻底沦为了可以被任意蹂躏和买卖的商品。他们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给那些腐败分子献上心血和累累白骨。就连出生入死这般至关重要的机会，也将不平等地分配到2个阶层中去。官僚们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座堡垒式的超豪华医院，配有最顶尖的诊疗设施和无上的贵宾服务，使自身免于生老病死的束缚。可与此同时，平民百姓只能在简陋的乡村医院和拮据的居民小诊所之间徘徊，命悬一线。这形同一场社会大屠杀，一场发生在阳光下，用温和措辞掩盖的灭绝人性。官员们坐拥所有资源，又将百姓的生路全部切断，逼人走向绝路，其残酷程度胜过一切暴政和战争。